大家下午好，今天是7月9号。今天下午要说的这个品种是港股的汇丰控股。其实上一次我们在5月20号的视频里面已经说到了这个品种，但是从5月20号至今大致是有一个40天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本期视频主要是来更新一下这个股票，看有没有新的一个变化，并且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汇丰控股也是咱们一个会员约稿。主要想跟进一下后期的一些变化，看有没有新的这个节点出现。那整体的思路我们还是按延续之前的这种看法，就是此次从30港币下方开始的这一次上涨走势并没有结束，只能说是后面几个月只会遇到中期的这样一个节点出现调整，但是长期的牛市还远远不够。下来我们继续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继续分析汇丰控股这一次上涨的这个结构特征。先简短的说一下之前的这个调整之前高位的这个调整是从这个07年的10月份，高点是 133.8， 它是出现了一个三波回撤，这里可以先暂时看作它是一个 ABC 的一个结构，低点是 27.50， 那结构上就是一个 A 反弹一个 B，再下跌创新低的一个 C， 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它是已经结束了。调整结束之后分为两种预期，第一种预期是会走一个五波推动浪的形态，这是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然后常规或者保守的看法呢，又说针对前期的三波下跌，这边再出现一个反弹性质的一个 ABC 结构。但是从目前整体它运行的这个角度以及幅度来看的话，这一次的上涨大概率是延续按照这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去运行。那下来我们继续先看一下黄金分割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关键的压力位。那通过当前的这个黄金分割，我们就能看到上方的黄金分割压制是位于 0.764 这是 108.80。 这里我们依然还可以通过这个波浪尺去测算一下这个一浪和三浪的一个涨幅比例关系，这里出现一个2倍的一个位置，2倍位置的一个压制是位于 102.7， 这个点位也是需要后期我们要关注到的，因为都有可能成为目前上涨的这个第三浪或 C 浪的关键的一个压力目标区域。好，这是咱们通过月线整体走势结构得出的一些所需要的这个结论或者是目标压力。下来我们就要剖析一下从 27.50 这个低点开始向上运行到了哪一个结构当中。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因为之前我在这个讲波浪的时候也说过，一般一波行情的反转之后，比如说从 27.50 那这个 A 浪或者是一浪起手的内部形态并不完全是一定会走引导楔形五波，或者是我单纯的五波，有时候三波也会草草就结束了。因此目前的这次从 27.50 开始的上涨，它就是一个三波的形态，构成了这个 A 浪也好，或者说是它是一个一浪也好，高点是出现在 59.60， 此处是一或者是 A 浪。那之后市场再次迎来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回撤整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B 浪三波调整，或者是二浪的三波调整。那此处我们就给它定义为2或者是 B。 那从这个22年10月份的低点 38.50， 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一波行情的一个主升阶段，就是这个三浪或者是这个 C 浪。那常规来说的话，按照目前这个走势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继续细分的就是这个三浪或者是 C 浪它的内部的一个结构形态。起手是一个五波31、32、33、34、35。那这个蓝色段我们可以看到它内部细分的会有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那整体走势它是一个三浪或者是一个 C 浪。这里我们可以继续再借鉴一下这个波浪尺看一下这个一浪和三浪的一个比例幅度关系，可以看到2倍的距离也是出现在 102.60，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这一个是重叠的，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三浪当中的这个33和35的一个比例关系，又出现了一个点位 107.2 107.20， 也就是说通过之前的月线和周线来看的话，目前上方有3处我们需要关注， 102.70 107.20 以及 108.80， 都有可能成为这一次的三浪五或者是大三浪的一个关键的压力目标。那从目前的点位来说后期这个三浪或者这个三浪走完以后因为我们刚才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过，此处有可能会发展出一个向上推动的五浪。这个三浪结束之后还会再次面临一个周期较大的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大四浪。等这个大四浪全部结束之后还会出现一个大五浪的一个上涨。这里是4后期可能还会出现一个5。但是从这个四浪调整以及后浪的第五浪出现，它都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因为这里我们毕竟分析是通过一个周线图来得出一些看法和结论。我们参考一下上一次的二浪，它所需要的一个时间是用了34周那这一次四浪的时间呢，大概率也是在维持在这个水平附近，也是34周或者大于34周都是有可能的。至少是大半年的时间，它都会处于这个黑色段的四浪调整期。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更好的品种，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也是通过这个波浪结构形态的剖析，找到当中我们可去参考的这种点位，以及后期涨到哪里是存在风险的这样一个提示。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那接下来我们回归正题，可以看一下当前的价位是在96港币左右。那它其实距离上方最近的2个目标位其实比较接近大致也就是这个7到11港币的左右一个空间。此处继续波段看涨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上边的空间比较小会比不合适。那对于操作来说的话，你可能到了这个时间点创出新高之后更多的是考虑我之前建立的底仓应该在上方什么位置去离场。因为毕竟这一次汇丰控股整体的上涨，它其实也受到了国内这个 A 股市场银行股上涨的一些情绪带动。那么国内 A 股的这个银行板块，它情绪它既然已经启动之后上涨也出现了，那么必然会有一个消散或沉寂的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因此现在目前汇丰控股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节点，后期可能随着行情继续向上发展，将会遭遇这个风险压制。所以我个人认为当前对于这个股票尽量是观望一些。如果非要说要参与，那么我们只能说将时间周期继续调整到日线图去看一下最后这个当中的这个三浪五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这里我先给各个结构去标注一下，32、33、34，这里既是35也是三浪的整体的一个结束点。好，我们现在将时间调整到天图。将时间调整到天图，目前从天图当中唯一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就是此处的会有一个调整浪的一个结构调整浪的结构。这个平台的整理的下端或者是下沿支撑是位于 91.05， 短期我们可以看到它又在这个平台的上沿位置出现了近期的一次回踩，这个平台上沿位于 94.20， 那也就是说当前这个区间在相对的高位它是形成了一个短期的支撑。你如果要参与，那只能考虑说是继续在94到 94.50 附近考虑去参与一下，来博取这个短线的一个结构点。但是后期万一向下跌破下方这个低点91，那是必须要止损的。因为后期在目前这个相对高位一旦展开调整，它回撤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大，因为越接近顶部区域反复越凶回撤的空间包括幅度都会比较大。这是目前我们从日线唯一能看到的一个短线操作的一个节点。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有一个小幅的上涨一个机会。但是，一旦刚才说了向下跌破91这个位置，那可能它调整的幅度就会相对比较深啊，可能会从91跌到84，或者是更深的位置。那这里就需要我们通过黄金分割拉取整波的这样一个调整啊结构看一下啊，那短期的支撑可能就是位于84到83.20这个区域了。那么刚才我们也是从这个月线、周线一直梳理到这个日线，把各个周期所具备的这个结构都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言而总之，就是当前已经处于这一波大三浪上涨的末端，具体细分就是位于三浪五的后半程，上方的空间我们也看到了是有限的，并且现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更多的是观望一下，除非你更超短线的操作，你想去试一下，那么也要控制自己的仓位，控制自己的这个止损，控制自己的风险。好，以上就是今天下午咱们关于这个港股汇丰控股的最新的更新啊。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